我就说一下移民这个事儿。我在国内有一个朋友叫贾佳，他现在在日本了。那个以后我也会拉他上来跟我对话。他其实，前些年在国内提出过来一个建议，叫早发早移，就是早发财早移民。我对这两句话呢，我都不太赞同。我的想法是，第一，移民这个事情是特别特别个人的事情。我们如果作为朋友的话，私下里的话，我们会具体跟每个人讨论，你真的有能力在海外生活吗？你真的下决心为了自由放弃国内的相对舒适的生活吗？你了解海外吗？尤其是外语能力，甭管你用哪种语言，对吧？还有就是因为什么原因移民？是要自由，还是只是在觉得国内找不到工作，生活不好？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这些根本是没办法在公共层面广泛讨论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早发财这个事情，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些年在中国一直在发财，也是因为在中国比较好发财。那在中国发财的话，你必然要选择跟权力的关系。那么现在能看出来的就是以前的这种靠快速发展的经济看中国特有的政策机会，这种政策的倾斜，或者这种中国式的就突飞猛进的这种疾风骤雨式的发财方式可能都会消失。而中国过去这个8%、9%的增速，先不说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准确，现在看来这个增速一定会降下来。当然很多预测是说不管怎样，现在还是3%、2%正向的进步嘛。那么中国经济仍然没有那么差。你要真要离开中国，你也不一定有这样的经济机会，这也是一种说法。所以讨论要不要移民的时候，这是个特别特别具体和个人的判断，我不想公开讨论。有几个点我觉得可以说，一个就是如果你想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生活，而这个自由包括的是孩子不要从小孩子不要从小就被洗脑。如果你是希望可以一直自由表达，做自己想干的事儿，然后你不希望进入权力体系，然后你在具体的事情上，比如说中国的这种生存环境你怎么也忍受不了，你觉得你就要在一个特别自由有一个健康的民主法治制度环境下生活的话，我觉得这个动机是比较清楚的。那么其实你可能有更多的选择，你要的是真正的自由。但有些人如果只是说在中国吃不着饭，到美国去来找个更好的饭碗，这样的动力是很弱的。那么你到了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遇到很多具体的现实的问题的话，就没有这个动力了，就会后悔。我们其实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就是前2年在上海封城，饿着肚子，气得不行，要移民，然后跑到美国来溜达一圈，发现语言也不通，走哪儿办事儿政策特别慢，也不像中国跟政府里打个关系打个招呼，嘣什么都做好了，做什么都觉得好像没有优惠没有优待，很多企业老板就觉得太难受了，还是中国爽。还有特别具体的问题，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可以享受所有的低劳动福利，就是便宜的劳工便宜的福利，你可以随便的点外卖，然后用很少很少的钱请外卖小哥飞速的给你送来。很多人把这种便利想当然，没有考虑的是其实中国的这种很多的生活的便利是建立在长期的对劳动人口的低人权剥夺上的。
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就是说中国的这种不管是物流的便宜，还是本身的这种消费产品的便宜，它的原因是劳动力太便宜了。劳动力便宜就是因为人便宜，人便宜就是因为老百姓不值钱。所以这种便利在美国你是没有的，因为美国的纽约的最低工资1小时$18。任何一个企业，你只要想雇员工，你一定要把这个基本的劳动保障你要给他做好。你是得不到便宜的劳动力的，自然你的成本会上去。那么你在美国，你买得起豪宅，你维护不起，因为房子坏了，你得找电工，电工1小时来一次看一下$300，因为电工这种技术工人也是值钱的。在美国你的技术是值钱的，人是值钱的，资本家是没人尊重的。你说你有钱就牛逼了，没有人这么想。所以有很多意识上的改变，我觉得很多人不一定受得了，并不是说换一个地方，一切就都解决了。如果是这样一个意识上没有调整好的话，我从来不建议他们移民。另外一个，其实我们在纽约，在美国也见了很多走线来的朋友，就是很多真正的在中国受到系统的人权迫害的，宗教信仰不被尊重，各个民族的维族人、藏族人、回族人，整个穆斯林，大量的他们长期在我们这些汉人不太注意的这个生活状态下，长期受到了这个系统性的压迫和剥削。这些人他们的移民的动力是最坚定的，他们就是不想让孩子没有尊严的生活。这些人他们真的是行动力也非常强，说走就走。而且他们到了美国，真的是不管到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他们失去的只有枷锁，获得的真的是所有的自由空间。所以我说讨论润这个事情一定要先想好你忍什么不忍什么，然后你如果是为了自由去润的话，你能不能全力以赴的去迎接新的生活，学好语言，有基本的一些储蓄。如果没有储蓄，你能不能花尽所有的力气去让自己有尊严的生活？以后如果要想聊润还可以再聊，可是我不想贩卖焦虑给大家说你们在中国那个都跑出来吧，出来怎么办呢，对吧？那么在国内能做什么呢？这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国内的自由。我看到评论区里有很多人都在讨论国内没有不自由。有一个人说，我看这个叫又是你哈，我记得你的那个头像，享誉泰说想要自由的人都润了的话，说实话，我觉得最开心的是老共。这也是一个好的观点。我在国内有一些好朋友们，就是都是各个领域的最好的人了，记者啊、律师啊、学者啊，他们说出就是要说我就要跟我的国家在一起，我要看着这个国家一步一步变好，如果有苦难的话，我要跟他们一起体验。还有记者就直接说我们要见证苦难，我们也要见证变革。我对这些人是非常非常尊重的，我甚至觉得他们更高尚。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他出来以后没办法发挥作用，确实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在国内是个大学教授，你到美国来，你50岁了，你到美国来，你除了说话你能干什么呢？很多人就直接这么想，说那在国内可失去的东西太多了，房子、教职、公共影响力、社会地位，就忍着吧，忍着在中国呢就要跟中国同生死嘛。这样的朋友也很多。我觉得我希望的是国内的人大家都能意识到自己的不自由，用自己可能的方式做一些坚持吧。而在自由世界的人要做的更多，就是我们能说出来的话要说出来，我们表达的关注要表出来，至少可以做到不在微信上，就不要人都润了，还在天天在微信上一起跟着做那些有毒的传播内容和聊天。
我觉得这件是可以做到的吧。那如果在墙内的朋友，那尽量去看一些不那么有毒的宣传的东西，不要去转发，然后在自己自己的领域去坚持自己的良心和坚持自己的做事情的原则，就是在自己的身上实现一种反抗和明亮吧。